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昨天我们刚介绍了说11月底正刊论文来袭。实际上呢，还有一篇它是发表在 APS， 就是美国物理协会的这个 Physical Review B 上的论文。那这篇论文呢，之前我们也做过介绍是南方科技大学的这个岳长明他的论文这是8月11号吧，应该是当时做的一个论文介绍。这篇论文呢也正式发表了。所以现在就有意思了哈，两篇论文都是理论研究 LK99 的论文，结果呢又不太相同，所以比较一下内容会很有意思。简单说呢，这两篇论文一个说是半导体，一个说是绝缘体。那这两篇论文的内容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来这两篇论文都对铜掺杂铅磷灰石的这个 LK99 的结构包括电子结构进行了第一性原理的计算。那昆明理工大学的论文呢，考虑了自旋轨道的耦合效应计算结果显示呢 ，LK99 是一种间接带系的半导体，带系呢为0.292电子伏特导带为狭窄的平板带，那它是铁磁带。那南方科技大学的论文呢，构建了一个低能的4代模型包含呢2个铜的地轨道构成的部分填充带和2个氧的 p 轨道构成的完全填充带。那进一步构建了2个铜的地轨道的模型。那双方的计算都发现 LK99 呢存在狭窄的平坦带接近费米能级，但是南方科技大学的计算表明x 等于1的时候LK99 是绝缘体，铜掺杂会得到强关联的这个费米的非费米的液体金属。这两篇论文得出的电子结构是有差异的昆明理工大学的计算结果呢更符合某些的实验结果。两篇论文都没法解释最原始论文报道的这个超导性。南方科大论文指出LK99 样品可能不均匀，存在相分离。所以这两篇论文的计算方法呢是有所不同的。昆明理工大学它考虑了自旋轨道的耦合效应，而南方科技大学呢构建了多代模型并采用了动态平均场理论。因为昨天我们刚看了这篇就这篇论文是吧，特别提到了这个自旋轨道耦合效应它的影响。而南方科技大学论文实际上他没提这个事儿，他没考虑这个自旋轨道耦合的情况下对掺杂的这个电子结构进行了研究。因此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呢，昆明理工大学的论文在研究方法、实验结果以对比以及在理论探讨方面呢，貌似更全面一些。南方科技大学呢，它在计算中呢忽略了自旋轨道耦合效应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呢，是导致它的计算结果呢和昆明理工大学的是有差异的。昨天我们不是谈过嘛，说这个 LK99 里边有大量的铅原子这是一个重元素，所以自旋轨道耦合效应不应该被忽略。昆明理工大学呢，它考虑了这个自旋轨道耦合效应之后呢，所以计算出去的结果就显示 LK99 为间接带系的半导体这就更符合一些实验组测量的这个半导体的性质。而南方科大的计算它忽略了这个耦合效应之后呢就导致得到呢2个接近费米能带的这个平坦带它计算出来这个为金属这与考虑自旋轨道耦合效应的结果不同。所以我认为南方科技大学在计算中呢，它忽略这个自旋轨道耦合效应是它的计算结果和昆明理工大学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可能也许呢是两篇论文的这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如果考虑到这个自旋轨道耦合效应，南方科大的计算结果呢可能会也许会更符合一些实验并且这两篇论文的结果呢会趋近于一致。但如果研究的是材料的这个电子结构和能系，而不太关注自旋轨道耦合引起的这个微观细节，那么在一些情况下呢，你可以考虑忽略这个铅原子这个自旋轨道耦合。那这样的简化呢，就能减少一些计算的复杂性就更容易得到结果。但是呢，如果研究的是像 LK99 这样的这个符合陶瓷这样的物质，它的超导性质是需要考虑的它这个电子态的这种特殊性质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考虑自旋轨道耦合效应可能是
必要的，因为这可以呀，它影响电子的这个自旋结构和相关的这个超导性质。当然，从这个结论上来看啊，南方科大的论文啊，其实可能更接近实际啊。另外，也就是说一个实际，我们看的结果，因为论文在最后啊，他们提出什么呢？他们提出来这句话，他说：尽管啊不能完全排除啊这个新型高温超导存在的可能性，样品不均匀性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电子结构。但我们当前的模型参数啊，很难与实验报道的超导性和钻磁性相符。因此啊，我们的计算暗示报道的行为来自不同化学剂量的组成的组分。所以这个论文其实在暗示啊，就理论上不应该完全排除 LK99 存在啊这种新型的高温超导的可能。因为样品的不均匀性会导致不同区域的电子结构不同。这个话呢就很有意思了。你看是吧 ？More like 就这一段啊，比如我们前面。他在前面其实讨论部还提到啊，一个更可能的情况是 LK99 的样品实际上是不均匀的啊。你看actually， 就这段 more likely 这段话啊，正如文献8和9啊所示，8和9是猜测的那样。那参考文献8和9啊，我们也看到了是这两个文献。这是哪个？这哪两个呢？一个是北大的论文啊，一个是。9呢是西班牙国家科学院的论文啊，这两篇论文就是他说的这个样品不均匀。那所以南方科技大学的论文啊，他在结论部分呢，他就明确的讨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可能是样品不均匀性的问题造成的啊，提出呢这可能是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存在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想想，无论是民间复现还是机构的研究人员啊，都发现。不同的实验组在测试 LK99 的时候就获得了相互矛盾的这个结果情况，这很有可能呢就是 LK99 样品存在一定的比较明显的这个不均匀性，不同的合成批次和不同的方法制备的样品组成和结构可能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可能导致这个样品中存在这个相分离的情况，部分区域呢形成了超导相，但是其他大部分区域就不是，所以不同实验它测试的样品中超导相的比例不一样，所以有的组测量到了零电阻，有的组测量到了抗磁性，是吧？有的组还没有完全测到任何的超导的迹象，所以由于它无法控制和这个区分这个不均匀样品的这个超导相分布，就实验组呢就很难复现同样的结果，就出现了看似这个相互矛盾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说到现在还找不到超导相的这个规律性，没有办法去有针对性的就是测试或者增强这个 enhance 这个超导效应，所以就不同实验组就存在差异。而昆明理工大学的论文呢，它其实就是在全文中呢都没有提及到材料的不均匀性的这个假设的这问题，没有从这个角度解释理论和实验的差别。所以昆明理工大学的计算呢，它考虑了资源轨道耦合效应，它的结果呢，它和某些实验结果是比较吻合的，但是它确实也忽略了材料的就是结果不均匀性的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你说我们很难判断是谁对谁错，或者谁更对谁更错，是吧？一个是强调均匀的这个理想情况，一个是考虑了可能存在的这个不均匀效应。所以看起来呢是没有标准答案，只能说南方科大的论文呢可能更偏导。所以问题就来了， LK99 如果不是超导，那两篇论文可能都站得住脚，是吧？可能烧结工艺不同有的就烧出半导体，有的就烧出绝缘体。如果 LK99 还有一丝超导的可能，或者呢从 LK99 衍生出的其他和 LK99 元素范围并不重合的这些其他的这个超导研究者爱好者，他们研究出某种十分超导性的材料来，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两篇论文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呢？我觉得呢还是有点价值，毕竟是理论工作嘛，能够比较早的预测计算 LK99 的这个电子结构，并指出了这个平坦带的这个重要特征，这就为后续理解这个发现的这个超导可能提供理论基础这样的论文很多了。
但是如果是 BCS 就是现行的超导理论无法解释的这种非传统的超导材料，那这2篇论文只能看作是2篇教科书式的这个 DFT 就密度发函理论计算的这么个作业，是个范式文件，仅此而已了。当然这些都是可能性从越来越多的这个正刊论文发表来看同行评议的这个专家们并没有堵死 LK99 超导的这个路子只是在论文题目上、这个自洽上、评议上，理论研究的论文让它自洽，被正刊发表的是明显多于这个真正实验的论文，就理论的多。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北大学的那个思良博士，他在不久前也发表过这个 APS Physical Review B 上的论文，也是理论研究的论文。所以你看看，主流也是狡猾大大的，是吧？好的。关于这个论文的消息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您有什么想法呢？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次再见，拜拜。